远山，今天家里饭不够，你出去玩会儿。叔，我今天还没吃饭。少吃一顿饿不坏。他又不是咱家人。远山，王婶儿，我路过。你等婶儿一下。婶子做多了，吃不完，你帮婶子吃点儿。王婶儿，我不能白吃你的。谁说白吃了？以后你有出息了，回来看看婶子，就算还了。他们都说我是拖油瓶。他们说他们的，婶子看你不是。那我是什么？你是能走出大山的孩子。慢点喝，别烫着。王婶儿，这粥真甜。傻孩子，粥哪有甜的？是你饿坏了。王婶儿，我以后一定还你。一碗饭而已，别记这么重。王婶儿，对你来说是一碗饭，可对我来说，是有人还愿意管我，我会记一辈子。县一中读什么读？谁给你出钱？叔，老师说我能申请补助，只要先去报名就行。先去，路费谁出？报穷病谁出？你以为我们家钱是大风刮来的？我以后打工还。穷人家孩子认几个字就行了。明天给我下地，别想这些没用的。远山，听说你考上县一中了？好事儿啊。不去了，没钱。差多少？38块。明天几点的车？我不去了。我问你几点？6点。5点半，村口等我。旧了，给不了高价。能多给一点吗？孩子报名要迟到了。远山，58，多出来20，路上买点吃的。王婶儿，这钱哪来的？卖了点鸡蛋和红薯干。你的镯子呢？旧东西不带了。我不能要。你必须要。我还不起。那就好好读书，以后帮助那些和你一样吃不上饭的孩子。县城路远，别穿破鞋去。人可以穷，脚下不能总是破的。王婶儿，你为啥对我这么好？因为婶子知道，没人拉一把的孩子最苦。王婶儿，你对我的好，我记一辈子。往前走，别回头。这就是陈远山，当年那个吃不上饭的孩子，听说现在是大老板了。陈总，欢迎回乡。咱村这次能不能发展起来，就看您了。远山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小时候可是在叔家长大的，不能忘本啊！陈叔，我当然记得，记得就好，记得就好。我也记得，小时候谁给过我饭吃谁，让我饿着肚子站在门外。陈总，咱先去村委会看看项目资料。不急。那您想先去哪儿？王桂兰、王婶儿还在村里吗？在是还在，就是带我去见他。妈，你就把字儿签了吧，补偿款放我们手里比放你手里安全。春梅，我想留一点儿，以后看病用。妈，你是我亲妈，我还能不管你吗？你一个老太太拿钱有什么用？你谁呀？进门不知道敲门。远山，王婶儿，是我回来了。哎呀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您却瘦了。老了都这样。这是让您签什么？家里的事儿跟外人没关系。外人？30年前，王婶儿给我饭吃的时候，也没当我是外人。天冷也住这里。农村房子都这样，婶子住习惯了。这不是住得惯，这是没人管。陈远山，你说话注意点。他自己节省惯了，怪我们也没短他吃喝。没短他吃喝，为什么要掰半片吃？远山，别说了。王婶儿，您别怕，
我不是怕，都是一家人，别闹难看。王婶儿，当年您看我饿着都不忍心，怎么现在看自己受委屈反倒忍得下去？陈总，项目资料那边还等着，项目先放一边。那现在查3件事，您说。第一，王婶名下老屋和宅基地；第二，补偿款带领流程；第三，他这几年的养老金进了谁的口袋？今晚就查，现在就查。妈，趁他不在，把字签了吧，别让外人看咱家笑话。春梅，我想再想想。你是信不过我们，还是被他哄住了？妈，你字签了吧，补偿款放我们手里比放你手里安全。春梅，我想自己留一点儿，以后看病用。一家人还分这么清干什么？你一个老太太拿钱有什么用？妈，别让外人看笑话，签了吧。我想自己留一点钱。你留钱干啥？你不会用手机，也不会防骗子，钱放我这儿，我替你管。那以后我看病能不能自己取？你是我们妈，我们还能不管你？你现在这么说，不就是信不过我们吗？王婶儿，这次不用想着别人，您只说自己愿不愿意。他当然愿意，是你一直挑拨。我问的是王婶儿，不是你。妈，你说话呀，我可是你亲儿子。你要是信我们，就签。慢点喝，别烫着。你对我的好，我记一辈子。往前走，别回头。这个字我不签。妈，你说啥？我说我不签，我想自己留点钱，以后病了能自己买药。你真信外人，不信我？大海，妈不是不信你，妈是想给自己留一点活路。你这都是陈远山教的。没人教我，我只是不想再装没事儿了。他不想签就不签。这是我家，这是王婶的家，房子是他的，补偿款也是他的。你一个外人凭什么管？凭他当年给我饭吃的时候没把我当外人。通知秦律师，补偿款、养老金、借款全部查清楚。我们照顾老人这么多年，结果陈远山一回来，我婆婆连亲儿子都不信了。陈远山再有钱也是外人啊。老人年纪大了，被人一哄就容易糊涂。妈，你也听见了吧？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，大家都看着呢。春梅，我没有不认你们，那你就别让外人管咱家的事儿。我只是想自己留点钱看病。你看，你现在说话都跟陈远山一个口气了，以前你可不是这样。王婶儿，远山啊，没事儿，村人嘴飒，过2天就好了。您心里难受。我这把年纪了，啥话没听过。可这些话不该让您听。远山，要不算了吧？为什么？我不想让大家说大海不孝，他再不好也是我儿子，他以后还要在村里做人。那您呢？他们说您老糊涂，说您被外人挑拨，您以后怎么做人？我没事儿。您总说没事儿，住偏房的时候说没事儿，要掰半片的时候说没事儿，被逼着签字的时候也说没事儿。王婶儿，您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？我怕啊，我怕真闹开了，大海以后连妈都不叫了。您不是没人要，您还有我。王婶儿，那是什么？没啥，都是些旧东西。能给我看看吗？这是我第一次考第1的奖状。你那时候说要送给婶子，我就一直留着。这双鞋，你去县城那年穿的，后来你说穿不下了，寄回来让我留个念想。王婶儿，我到县一中了，这里食堂有热饭，我每天都能吃饱，您别担心我。王婶儿，我以为只有我记得。我也记得。妈，你又翻这些破东西干啥？我收拾东西。陈远山的奖状，你留了30年。大海，放下，别弄坏。怪不得你现在听他的，原来你心里早就把他当亲儿子了。你别胡说，远山那时候父母都不在了，没人管，我就是看他可怜。他可怜我就不可怜？小时候家里鸡蛋都舍不得给我吃，你却卖了送他去读书。那时候远山要去县城报名，那是他的前途。他的前途重要，我就不重要。
你是妈的儿子，你当然重要。那你为什么总帮他？因为他那时候真的快撑不下去了。所以你现在也要为了他跟我作对？我没有跟你作对，我只是想拿回我自己的钱。啊！别弄坏，别弄坏，别踩！脚拿开！这是我家，我妈的东西，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这是他留了30年的东西，你再碰一下试试。妈，我才是你亲儿子，你为了一个外人把我放哪儿？大海妈从来没不疼你。你疼我，那你为什么帮他不帮我？你有妈，可他那时候真的没人了。所以你现在也要为了他，连补偿款都不让我管？那是妈自己的钱，妈想留着看病。你的钱？你老了，迟早还不是我的。王大海，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就是那个意思。又吵什么？妈，你也真是的，这些破东西留着干啥？为了这些，家里闹成这样。破东西，这些东西比你们惦记的补偿款干净多了。陈远山，你别欺人太甚。王婶儿，这些东西不能再藏箱底了。为啥？因为他们都说我是外人，可他们不知道30年前是您给了我一个家。明天我会把账查清楚，不只是为您，也是为这30年。远山，别闹太大。王婶儿，这不是闹，这是把该说清的事说清。小林，律师到了吗？秦律师已经到村委会了，资料也在调。好，今天把账查清楚。陈总，项目资料我都准备好了，您看咱们是不是先谈项目？项目先不谈，那谈什么？谈王桂兰女士名下宅基地补偿款的发放流程。这个补偿款还没正式发。没发？为什么代领委托书已经准备好了？王桂兰女士没有签字，但账户栏已经写的是王大海。这个可能是他们家提前商量好的。王婶本人同意了吗？老人财产权益必须本人真实同意，如果存在诱导、隐瞒，流程就有问题。秦律师，这话说的有点重了。我说的是法律风险。张主任，我这次回村本来是想投资，但如果一个村连老人自己的补偿款都保不住，我不放心把项目落在这里。陈总，这件事我马上查。今天查。陈总，查到了，王婶这2年的养老金全都流向王大海的账户。王婶知道吗？他可能知道养老金被取，但不一定知道具体花哪儿了。还有几笔小额借款，用的是王婶身份证，需要确认本人是否知情。他不是不知道，他是不敢问。这些材料如果公开，王大海夫妻会很难解释。整理好，该公开的时候1份都不能少。王婶儿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想跟张主任说，别查了，别因为我一个老太太影响全村项目。这不是您的错，婶子受点委屈没啥。您这一辈子受的委屈还少吗？我怕人笑话，我也怕大海以后怨我。王婶儿，如果这一次还靠忍过去，他只会觉得拿走您的东西不用还，让您受委屈也没代价。这次不靠忍过去，靠说清楚。各位村民，明天上午9点，村委会广场将说明王桂兰补偿款的事宜。他真要把事闹到全村面前，这下怎么办？不能让他一个人说。明天我们也去，就说他仗着有钱挑拨母子关系。王婶儿，明天您不用低头。不就是家里的钱吗？非要闹到全村。项目要是黄了，咱们今年的红薯卖给谁？王婶也真是，亲儿子还能害他。王婶儿，今天您站我旁边，不用躲。远山，我怕。我在。今天这个会是把事情说清楚，大家别吵。远山，你不能因为王桂兰家的事儿就拿全村项目撒气吧？对啊，项目到底还做不做？我们照顾老人这么多年，现在倒成坏人了。我婆婆就是被外人挑拨了。我是他亲儿子，我还能害他？你们都说王婶糊涂，那我先问一句：补偿款还没发，王婶还没签字，为什么代领账户已经填了王大海的银行卡？账户咋先填了？我是替我妈办手续。替她办还是替你自己办？这是王桂兰女士过去2年的养老金记录，每月到账后大多在3天内被取出，其中多笔资金流向王大海家庭消费账户。怪不得王婶住偏房，大海家还买新电动车票。一家人的钱怎么花还用跟外人交代吗？如果真是一家人的钱，王婶为什么连药都要掰半片吃？王婶真住这屋，我还以为她住正屋呢。王婶，您自己说。不用怕，不用怕。我也不是想跟大海挣钱，我就是这钱以后病了儿子能自己买药。我住偏房是怕他们嫌我占地方，我药掰半片是怕花钱多，我不说是怕大海被人说不孝，可我也会疼。不早说，我也想老了以后手里有一点，怕人笑话。他不是被我挑拨，他只是忍了太久。
30年前，我父母都不在了，吃不上饭，是他给了我1碗粥；我读不起书，是他卖鸡蛋、卖红薯、卖了银镯送我去现场。他帮我的时候，没问我是不是要外人金。现在他老了，我也不会问他是不是亲人呗。王家村的项目必须尽可有继续谈，但前提是这个村不能靠让一个老人受委屈来换发展。这件事儿，村委会有责任。今天开始，王桂兰老人的补偿款重新走本人确认流程，赡养问题你也要给大家一个交代。王大海，这事儿你真做的不地道，你妈住那屋，你咋忍心？远山，我刚才是不是说太多了？没有，您说的刚好。我这辈子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自己委屈，以后不用把委屈都咽回去了。大海，你这是干啥？妈，我错了，有啥话起来说。妈，我承认我以前做的不好，可我不是坏人啊，我就是穷怕了，日子过得紧，才想着先把钱放我这儿。妈没说你是坏人，可陈远山已经把我说成坏人了，全村人现在都看不起我。妈，你要是真让律师查下去，我以后怎么做人？妈没想让你没法做人。那你就去跟陈远山说，这事算了，补偿款你自己拿着也行，养老金我以后不动也行，但别再查了，别再开会了，别再让全村人看我笑话了。你真的知道错了？知道了，妈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。那你先起来。你先答应我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一直跪着。王大海，你这是认错还是逼他心软？陈远山，这是我们母子说话，你能不能别插手？如果你是真认错，我不插手。可你跪在这里，句句都在逼他撤回。我都跪下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跪下不等于认错，认错要看你改什么，不是看你演什么。远山，别这么说，他都跪了。王婶儿，我知道您心疼他，可您不能因为他跪一下，就把好不容易站起来的腰又弯回去。妈，你看见了吧？他就是不想让我们母子好。你真知道错了，明天去村委会把赡养协议签了，把养老金和借款说清楚，该还的还，该承担的承担。你非要把我逼到这一步？不是我逼你，是你欠他的，早该还了。大海，妈可以原谅你，可妈不能再装什么都没发生了。妈，你真要这样？妈不是要害你，妈只是也想好好活着。王婶儿，您做得很好，我心疼他。我知道，可我也是真的累了，我不想再靠忍让这个家看起来没事儿。那就不忍了。他又坏事，我都跪下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我刚才拍了几段。你拍了？只拍了你跪着，陈远山站着训你的部分，前面的不用发。你想干啥？发网上，就说富豪回村逼亲儿子下跪，挑拨母子关系。网上的人又不知道前因后果，他们只会看到一个有钱人欺负农村人。这事要是闹大了才好。他是大老板，最怕名声坏，他一怕就会退。有钱人就能这么欺负农村人，亲儿子都跪了还不放过？老太太是不是被外人哄了？陈远山，我看你这次怎么解释。陈总，网上开始骂您了。他想让我先去解释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不急，明天先签协议，王婶的事儿先落实到纸上。今天把话说清楚，之后谁都别再含糊。第一，王桂兰女士名下补偿款必须进入本人账户。第二，养老金由本人保管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取用。第三，王大海作为子女，应承担生活照料和医疗陪同。第四，王桂兰女士有权居住正屋，不得被安排在漏水、潮湿、不适宜居住的房间。之前被取用的养老金和以王桂兰女士身份证产生的借款，需要逐笔核清。如果王桂兰女士不知情，后续要依法处理。那都是一家人的钱，非要这么清吗？你花他钱的时候，怎么没想着她是你妈？他买药的时候，怎么就分得那么清？大海，这协议你该签，不是让你丢人，是让你以后别再糊涂。妈，你真要让我签这个？签了这东西，以后村里人怎么看我？他们会说我连亲妈都要靠协议管。大海，妈不是要跟你断亲，妈就是想老了以后病了能自己不漏风的屋。这要求过分吗？妈可以原谅你，可不能再当什么都没发生。桂兰嫂子说的明白，大海，协议一式3份，村委会留档，王桂兰女士本人保管1份，还有之前的养老金和借款，我会想办法还。不用全还，妈也不是非要逼你们。王婶儿，您可以给他们时间，但不能让他们觉得拿了不用还是理所当然。那就慢慢还，可账要清楚。远山，这张纸真能管用？能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您今天没有退。我刚才心里一直打鼓，可您还是说出来了。我这把年纪了，才学会替自己说一句话。不晚。有钱人插手家务事，真恶心。亲儿子都跪下了，还不放过，老人是不是被外人哄了？陈远山，你不是会讲证据吗？我看网上的人听不听你讲。
富豪回村逼亲儿子下跪，老人不认亲儿子，背后竟是大老板撑腰，农村家事被资本插手。有钱人就能这么欺负农村人？儿子都跪了，还想怎么样？老太太是不是被钱收买了？视频是不是只截了一半？先别急着骂，再怎么说那也是亲儿子，外人少管。骂吧，骂得越狠，他越不敢管。你真把视频发了？不发，咱们就一直被他压着。可你只发了后半段，网友又不在现场，他们看见什么就信什么。要是妈看见了呢？他看见更好，他最怕连累别人，到时候他自己就会去求陈远山别管。老人糊涂了吧？亲儿子不信，信外人，一看就是富豪拿钱买人设。这种老太太也有问题，年轻时偏心外人，老了没人疼也正常。我真的做错了吗？远山，网上那些话，婶子看见了。谁给您看的？不怪别人，我就是想知道他们现在咋说你。网上的话，您别放在心上，我不在乎。我在乎。远山，要不你别管婶子了，婶子一把年纪，受点委屈没啥。可你现在有公司，有那么多人跟着你吃饭，别因为我一个老太婆把名声弄坏了。王婶儿，您还记得我小时候被人叫拖油瓶吗？记得。那时候所有人都说我没出息，只有您说我能走出大山。现在网上的人说几句就想让我不管您，那我这30年算白活了。可婶子心疼你。我也心疼您。王婶儿，今晚我过去陪您吃饭。别来了，村里人看见又要说。让他们说。先吃饭。我吃不下。你以前也是这么跟我说的，天大的事儿，吃饱了再说。远山，那时候婶子就是给了你几，不是几顿饭，是您让我知道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。明天我会回应。你要说啥？说真相，说那碗饭。陈总，可以开始了。我叫陈远山，30年前我是王家村最没人疼的孩子。他们说我一个外人不该插手家事。可30年前，我父母双亡，快饿昏在这个村里的时候，是王婶儿在这个灶台后给了我一碗饭。我本来不想回应，因为网上很多人只看见了被剪过的视频，他们看见王大海跪下，却没看见王婶儿住的偏房，没看见他药瓶里只剩半片药，也没看见他的养老金，是怎么被取走的。他们说我不是王家人。可我想问一句，一个人在你快饿死的时候给你饭吃，在你读不起书的时候送你上路，这样的人算不算家人？这是我去县城读书那年王婶给我做的布鞋，她说人可以穷，脚下不能总是破的。这是我写给她的信，我说学校食堂有热饭，我每天都能吃饱，因为我知道她最怕我饿着。这是我第一次考第1的奖状，她留了30年。我以为只有我记得，后来才知道她也记得。这那年桂兰拿了个银镯子来换钱，她说孩子报名要迟到了，急得眼圈都红了。她不是我亲妈，可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所以我回来不是为了作秀，也不是为了插手别人家事，我是想告诉她，王婶儿，这一次换我给您留一碗热饭。30年前的一碗饭，我记到了今天。看完了，原来之前视频是剪的。住偏房，养老金被拿，这还叫家事？这不是外人插手，这是报恩。王婶太善良，一碗饭记30年，好哭。剪视频的人太坏了，差点误导所有人。怎么会这样？傻孩子，一碗饭哪值得你这么说？妈，那年你卖银镯，真是为了送他去读书？那时候他报名要迟到了，我怕他这一耽误，一辈子就出不去了。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那时候你也小，妈怕你觉得我把你的东西给了别人。我确实这么觉得了很多年。妈知道。妈，我以前总觉得你偏心他，现在才知道
你不是偏心，你是看不得孩子没路走。妈，咋了？妈，喝点水。你今天咋了？我以前是不是很少给你倒水？你小时候倒过一次。啥时候？你8岁那年，我发烧，你给我端了一碗凉水，洒了一半，剩下一半还有灰，我还是喝了。这你还记得？当妈的，孩子一点好都记得。那孩子的不好呢？也记得，只是舍不得一直记。妈，对不起。大海，妈可以原谅你，可以后别再让妈靠原谅过日子了。我知道了。妈，搬屋吧。搬哪儿？搬回正屋，那本来就是你的屋。妈住偏屋也行。不行，以前是我装看不见，现在我看见了，就不能再让你住这儿。大海，你别听网上那些人带节奏，我们也不是没照顾妈。春梅，别说了，这次他们骂的没全错。大海，你这是干啥？搬屋。我都好几年没睡这屋了。妈，以后你就睡这儿。那你们？我们自己想办法。这是你的屋。陈远山，我以前一直觉得你欠我妈，所以你回来帮她是应该的。现在才知道，欠她最多的人是我。知道欠就慢慢还，别靠嘴。我会看。应该的，我以前确实不值得你放心。陈总，镇里看了你的视频，也关注到村里老人吃饭的问题。你之前说的助老饭堂还能不能做？能做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叫啥？王婶饭堂。饭堂？远山，我就是个做饭的老太太，哪能管饭堂？王婶儿，您会把饭端给最需要的人，这就够了。这地方以前是小学食堂，学校合并以后就一直空着，修一修还能用。集团出启动资金，村里出场地，后厨、餐区、储藏间都能改出来。不行，这么大的饭堂我管不了。饭堂最重要的不是牌子大，是饭热，心也热。可钱从哪儿来？远山，你再有钱也不能一直往里填啊！白给的饭吃不长久。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免费，以后合作社每卖出一批农产品，都会拿出一部分补贴饭堂。我只出启动资金，不让饭堂一辈子靠我输血。村委会负责监督，每一分钱进出都贴在墙上，谁免费谁成本价，账目公开。那就行，白给的饭吃不长久，有规矩的热饭才能一直热下去。就等您这句话。锅得换，灶台也得重新砌，老人牙口不好，菜要炖软，孩子吃的油不能太重，米要洗干净，碗也得消毒，账目要清楚，不能让人说咱糊涂。您看，您已经开始管了。我就是随口说说，没哄您，您比谁都懂什么叫一口热饭。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有个地方挂我的名儿。这个名字，您撑得起。真能免费吃？谁知道呢？进去被人看见，还以为家里穷的吃不起饭。我可不去丢人。没事儿，第一天嘛，大家可能还不知道。第一天。我就说没人来，谁愿意承认自己吃不起饭？少说两句。要不这些饭分给帮忙的人吃吧。再等等。别浪费，还等谁呀？等那个不敢进门的人。孩子，饿不饿？奶奶今天粥熬多了，你帮奶奶吃点好不好？婶子做多了吃不完，你帮婶子吃点。真的不要钱吗？你符合饭堂免费名单，今天不要钱，以后饿了也能来。别人会不会笑我？谁笑你？奶奶说他，孩子饿了，吃饭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慢点喝，别烫着。王奶奶，这粥真甜。王婶，这粥真甜。傻孩子，粥哪有甜的？是你饿坏了。远山，好喝吗？好喝。
我今天吃饱了。吃饱就好。王婶儿，我不饿。我知道你现在不饿了，可婶子总觉得30年前那碗饭你没吃饱。王婶儿，我吃饱了，真的。不够，那时候你太瘦了，喝粥都不敢大口喝。婶子看着心疼，可家里穷，就只能给你半个蛋。那半个蛋我记了30年。一碗饭而已，你咋就记这么久？因为那天之前，我以为自己没人要了，可您端着那碗粥出来，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上还有人心疼我。王婶儿，我这些年赚了很多钱，也吃过很多好东西，可我最想吃的还是您那碗玉米粥，因为那不是饭，那是我活下去的底气。傻孩子，婶子那时候就是看你饿。可就是因为您看见了，我才没被这个世界落下。王奶奶，我明天能带妹妹来吗？她比我还小，她晚上饿了会偷偷喝凉水。能。明天把妹妹带来，奶奶给她也留一碗热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只要王婶饭堂还亮着灯，孩子饿了就能进来吃饭。王婶儿，我以前总想着回来以后要还您一碗饭，现在还了。还不清，所以我想让这口锅一直热着，替我也替您，给更多撑不下去的孩子留一碗饭。那就让它一直热着。王婶儿，这是给谁的？给下一个不敢进门的孩子。孩子，进来吧，锅里有热的。